大家好，我是海岩。丈夫是长相帅气的奶油小生，妻子呢是温柔美丽的小学教师。两个人结婚不到1年，丈夫将妻子活活掐死，并且将妻子的遗体放在冰柜里冰冻了105天。这个105天里面，丈夫以妻子的名义贷款几十万，拿着钱到处旅游，并且呢和多名女性酒店开房用的呢还是妻子的身份证。这位丈夫可以说是渣男中的渣男这个案件呢当时也是轰动一时。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件。2017年2月1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初5，过年迎财神的日子。家住上海普陀区的杨感莲，今天呢是她的60大寿。按照约定，女儿杨丽萍和女婿朱晓东今天呢都会回来给她祝寿。杨感莲已经接近半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了，中间也没有打过电话，只是通过微信沟通过几次。然而直到天黑，老两口呢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女儿，反而等到了警察的电话。电话里警察告诉他，他的女儿杨丽萍已经在3个多月前就已经遇害了，凶手就是他的女婿朱晓东。杨丽萍出生于1987年11月22日，29岁，上海人。母亲是工厂的职工，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后来成为了派出所的民警，马上就要退休了。杨丽萍是家中的独生女，备受父母的疼爱。她性格温顺，从不大声说话。高中毕业之后呢，杨丽萍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根据她的大学室友回忆说她性格很好，几乎是没有发过脾气。大学毕业之后，杨丽萍进入了上海市晋源高级中学附属学校，成为了一名小学部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是上海的重点小学，想要进入这所学校里当老师并不容易，需要层层的选拔。杨丽萍工作努力，讲课生动有趣，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学生们呢都非常喜欢这位漂亮的女老师。后来杨丽萍还成为了一名班主任。杨丽萍外貌长相漂亮，考上了好的大学，现在呢又有一份好的工作。到这里可以说杨丽萍的人生走的是顺风顺水直到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朱晓东。2012年，杨丽萍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1岁的朱晓东。朱晓东10岁那年父母离异，他跟着母亲相依为命，在上海虹口区面积只有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后来呢，朱晓东的外婆和姨妈在一场车祸当中去世了，朱母呢就承担起了照顾妹妹女儿的重担。朱母需要工作赚钱养家，除了照顾朱晓东，还要照顾已故妹妹的女儿，所以呢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和教育朱晓东。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朱晓东在中学时期曾经因为当街抢劫被当场抓获，因为当时未成年，被教育之后呢就被释放了。19岁的时候，朱晓东就离开了学校，开始在社会上闯荡。他在上海的某商场做销售员，每个月1500元的工资。他并不努力工作，辗转多家商场工作，每次工作时间都不长。朱晓东虽然学习不行，工作不行，但他有一项优势那就是长相帅气。朱晓东很爱打扮，平时很注重穿着，身上呢总是有着很重的香水味。朱晓东上中学的时候其实长相是一般的，而且呢是一个170斤重的大胖子。中学毕业之后呢，他立志要减肥当体重减到120斤的时候，开始有人夸他长得帅。朱晓东的心理呢就开始发生了转变，慢慢的变得有一些自恋了。2007年，20岁的朱晓东参加了上海东方卫视举办的一档歌唱类的选秀节目，叫《我型我秀》。歌星张杰、薛之谦都是通过这个节目成名的。朱晓东虽然没有坚持几轮呢就被淘汰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被淘汰后，他回到了百货商场继续做销售员。案发前，他在一家外资的百货商场做销售员，每个月3-4千的工资。虽然他收入不高但是他吃穿讲究，平时花钱呢非常的阔绰，有的时候甚至会花几千元买一件衬衫。平时经常去高消费的酒吧过着挥霍无度的日子。朱晓东凭借着帅气的外表受到了不少女子的青睐，他发现这可能是他改变命运走向成功的捷径。于是呢，他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表，不惜借钱或者是刷信用卡来购买昂贵的衣服，打造有钱人的人设，更加频繁地出入那些高级会所。他的目标就是有钱的白富美，跟着他们混吃混喝。朱晓东还以谈恋爱的名义同时和多名女子交往，
由于他的收入低，入不敷出，很快就欠下了不小的债务。2012年，他认识了杨丽萍，他发现杨丽萍长相很漂亮，而且呢性格单纯，比较容易操控。朱晓东没有马上去追求杨丽萍，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同时呢，他正在和另一名富家女谈恋爱。朱晓东手臂上有一个纹身，Red 呢代表着朱晓东自己， A 代表着富家女 A。2012年1月17日代表着两个人相识的日子。2013年9月，杨丽萍和朱晓东正式确立了恋人关系，但是同时朱晓东还和那位富家女也一直保持着恋人的关系。朱晓东脚踏两只船，游走在两个女人之间，这两个女人呢也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杨丽萍和朱晓东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朱晓东呢突然消失了，失踪了。杨丽萍非常的担心，直到1年之后，朱晓东才再次出现。朱晓东告诉杨丽萍，自己之所以消失，是因为自己的脑子里面长了一个肿瘤，治疗无望。之后呢，他就独自离开了上海，自己来到了西藏，独自住在雪山脚下，每天喝雪水，吃野兔慢慢的呢，自己头就不疼了。到医院复诊之后，结果奇迹发生了，脑袋里的肿瘤不见了。陷入爱河的杨丽萍居然相信了这个故事她非常心疼男友的遭遇，同时又非常崇拜男友能够如此坚强的对抗病魔。朱晓东和杨丽萍交往时，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自己还欠着债，自己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艰难。单纯的杨丽萍被爱情蒙蔽了双眼，她拿出了自己积攒多年的积蓄替朱晓东还债，她认定了朱晓东就是她将来的丈夫。两个人恋爱1年多之后，杨丽萍带着朱晓东见了自己的父母。朱晓东给杨丽萍的父母的印象很不好，在一次家庭聚会当中，朱晓东当着杨家亲戚朋友的面说，我特别喜欢杨丽萍，你们都不可以骂她，她父母也不能骂她，只有我可以骂。这句话让杨家人很不舒服。杨丽萍的姥姥也说，这孩子油嘴滑舌。父母也觉得朱晓东太滑头了，不可靠，反对女儿与他交往。但是已经深陷爱情的杨丽萍已经无法自拔，她不愿听从父母的意见。她认为朱晓东对自己非常好，一心呢想和朱晓东在一起。虽然杨丽萍的父母不太喜欢这个女婿，但是只要女儿喜欢，女儿能够幸福就可以了。所以呢，父母也没有过多的阻拦。2015年12月31日，朱晓东和杨丽萍领了结婚证。考虑到朱晓东家里的经济条件，婚礼办得非常的简单。杨丽萍结婚连婚纱都没有要求，只穿着简单的白色蕾丝上衣和牛仔裤，总共只摆了6桌酒席。婚房就是之前朱晓东和母亲住的那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结婚之后呢，朱母搬去了亲戚家里生活。这是一个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老旧小区，朱晓东住在4楼404室。一个卧室，一个小阳台，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没有客厅。楼道里的灯光昏暗，阳台的铁架子上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盒，盒子里面装的是活体蜘蛛、蜥蜴、雨蛙、蛇这些呢都是朱晓东的宠物。整个货架占满了一面墙，而另一面墙的盒子里装的是小老鼠，这些都是朱晓东宠物们的食物。结婚后在外人眼里这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但实际上呢，两个人结婚之后经常争吵。朱晓东在结婚之后表现出了强烈的控制欲，他不允许杨丽萍单独参加聚会，更不允许他和其他的男性交谈，甚至有一次他还卸载了杨丽萍手机里的微信。2015年2月，杨丽萍发了一条微博，前几天微信删了，找我就短信或电话，也不知道微博活着的人有多少。女性随时 OK， 男性有被删除的风险。在未来48小时，微博也要战败了，开始陆续删人。这不是演习，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朱晓东对妻子过分的严格，而他自己呢却并不专一。2016年结婚仅仅1个多月，杨丽萍就发现朱晓东和其他的女人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朱晓东还冒充未婚人士，偷偷的和其他女人约会。被杨丽萍发现之后呢，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之后朱晓东写下了一份保证书，上面写道：保证只有你一个，保证再也不和别人发消息，不和别人约会，手机每天都可以给你看，休息手机随你处置，手机记录随时可以去拉，每个月1号。
他还在左下角补上了一句话：如果有，在家里烧炭一起死。这句话在事后被网友们说朱晓东冷血，自己犯了错误还要拉着妻子一起死。事实证明呢，这张保证书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朱晓东还是偷偷的和其他女人搞暧昧。除了出轨问题之外，两个人还经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杨丽萍的收入每个月大概1万多元，朱晓东收入是3、4千元。婚前杨丽萍用自己的积蓄替朱晓东还清了数万元的信用卡外债。婚后朱晓东仍然在网上赌球，杨丽萍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用于家里的日常开销，还要替朱晓东还债。频繁的争吵呢，就让朱晓东身心疲惫。朱晓东对杨丽萍本身呢就没有什么感情，之所以他选择了和杨丽萍在一起，其实呢就是因为杨丽萍肯给他花钱。现在杨丽萍不愿意为他花钱，而且呢还限制他在外面找女人，于是呢朱晓东就有了离婚的念头。2016年8月25日，两个人再一次爆发了争吵，两个人到民政局去离婚。到了民政局之后杨丽萍反悔了，她始终认为朱晓东是个好人，一定能够改过自新。但是呢，她绝对想不到，自从这次闹离婚之后，朱晓东就有了要杀害她的想法。2016年8月28日，朱晓东网购了2本书，一本是《死亡解剖台》，另一本是《死亡哲学》。书的里面有描述将人勒死，然后呢再放到冰柜里藏尸的细节。然后朱晓东又购买了一台220升的冰柜，放在阳台上，而且还在冰柜的墙上安装了摄像头。一旦有人靠近冰柜，他的手机就会收到短信。因为阳台的面积小，放不下冰柜，他还专门卖掉了2条宠物蟒蛇。接下来朱晓东主动辞职，然后骗杨丽萍说自己在公司表现优异，公司打算将他调到香港那边，工资呢涨到每个月2万，并且要求杨丽萍也辞职，和他一起到香港生活。2016年9月14日，朱晓东陪同着杨丽萍到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向校长提交了辞职信。校长询问了原因，并一再挽留杨丽萍，但是呢被朱晓东一口给回绝了。在15分钟的交谈过程当中，杨丽萍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呢也没有表现出不情愿。那次见面之后呢，校长隐隐感觉朱晓东表现得不太正常。此后校长又单独找杨丽萍谈话，并劝说他最好和自己的父母再商量商量，并且说如果杨丽萍确定要辞职的话，如果杨丽萍想再回到学校工作，可以再回来教课。也许是怕父母担心，辞职的事情呢，杨丽萍一直没有给父母说。2016年10月14日，杨丽萍办理了离职手续，正式的离开了学校。第二天，也就是2016年10月15日，朱晓东带着妻子杨丽萍到杭州去旅游。到了杭州之后呢，因为朱晓东没有订到满意的酒店，两个人发生了争吵，二人最后决定第二天回上海。10月16日在返回时，朱晓东呢没有买到高铁票，只买到了普通车票，两个人又因为这个事情吵了一架。回到上海之后的第二天，2016年10月17日上午10点，朱晓东刚刚睁开眼睛，又听到妻子再次提到了酒店和车票的事情，一直絮絮叨叨。朱晓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用手掐住了杨丽萍的脖子，直到对方停止了呼吸。3个小时之后，朱晓东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床被套，将杨丽萍罩住，然后呢，再将其放入了冰柜里。朱晓东用杨丽萍的手机从各种网贷 APP 里贷款20多万元，并用杨丽萍的信用卡透支了10多万元，将杨丽萍的支付宝里的4.5万元转到了自己的账户，总共获得了50多万元。朱晓东用这些钱购买奢侈品，去南京、海南、韩国等地区旅游，并且用杨丽萍的身份证与多名女性开房，将钱财全部挥霍一空。为了隐瞒杨丽萍的死亡，朱晓东用杨丽萍的微信不时地更新朋友圈，给杨丽萍的朋友发文字内容，来制造杨丽萍还活着的假象。每当有人打来电话或者发出语音聊天邀请，朱晓东呢就会用杨丽萍的口气告诉对方手机坏了，无法语言交流，只能发文字信息。期间呢，杨丽萍的父母曾多次联系女儿回家里吃饭，都被朱晓东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回绝了。105天之后，也就是杨父过生日的那天，朱晓东呢知道肯定是瞒不住了，在去自首的前一天晚上，朱晓东玩了一整晚的王者荣耀，中间出过一次门，他将妻子杨丽萍的手机和身份证都扔到了河里，然后回家继续打游戏。
直到第二天天亮了，朱孝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朱母刚开始呢也十分的震惊，不敢相信。冷静之后呢，他就带着朱孝东到警察局自首，想要获得一线生机。杨丽萍的父母得知自己的女儿在3个月之前就已经被害了，两位老人悲痛不已啊！得知朱孝东的所作所为之后，非常的愤怒，他们拒绝了朱家的道歉和赔偿。杨父四处奔走，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要让凶手朱孝东接受法律的制裁。2017年11月29日，案件在上海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朱孝东被指控故意杀人罪。法庭上，朱孝东说自己是失手杀死杨丽萍的。当被问起为什么不救杨丽萍时，他说当时看到杨丽萍不动了，他非常的害怕和无助，就静静地看了杨丽萍3个小时，确认杨丽萍已经死亡。朱孝东只承认藏尸，不承认故意杀人。他说购买冰柜是为了冷冻老鼠，是为了饲养宠物蛇和蜥蜴，而购买的那2本书《死亡解剖台》和《死亡哲学》是杨丽萍要买的，他自己并没有看书的习惯。掐死杨丽萍是因为当时太生气了，才失手害死了她。对于朱孝东的说法，检方并不认同。经过核实，朱孝东购买的那2本书的收货地址并不是朱孝东自己的家，而是留的朱孝东父亲的地址，然后朱孝东再到父亲那边将书拿回家里。另外，此案的作案手法和《死亡解剖台》那本书里描述的作案手法高度的相似。朱孝东上午杀害妻子之后，中午12点用电话订购了前往韩国的往返机票，下午2点打电话约朋友，晚上一起去酒吧狂欢聚会，这根本就不符合激情杀人之后惊慌失措的表现。所以朱孝东杀人是早有预谋，并非激情杀人。朱孝东虽然主动自首，但那是因为他的岳父过生日，眼看事情马上就要暴露了，在他母亲的劝说之下才来警局自首。如果有可能，朱孝东还会继续隐瞒下去。可以说朱孝东并没有悔过之心，所以检方要求法院要对凶手从重处罚。最后，法院认为朱孝东犯罪性质恶劣，长期藏匿被害人的遗体，用被害人的钱财挥霍享乐，没有悔过的表现，社会危害巨大，判处被告人朱孝东死刑。一审判决之后，杨丽萍的父母前往杨丽萍的墓地，将判决书烧给了他，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朱孝东不服判决上诉，1年之后，2019年7月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6月4日，朱孝东被验明正身，执行了死刑。这个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